第9节食品感官分析的应用。食品感官分析的消费者试验，主要是通过专业感官评价员的感官系统视觉、嗅觉、味觉、听觉和触觉结合心理学、生理学及统计学等方法对产品性状进行测量、分析和解释，同时挖掘消费者的感官偏好。这种试验被广泛应用于来确定消费者对样品的态度，在食品和饮料市场持续获得成功。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就是感官科学及通过经培训的专业尝试小组对产品进行说明性的感官调查。消费者把产品看作一个整体，并不对预期的感官性质进行独立的评价，而是把预期值建立为概念表达与产品想法的一个函数。消费者行为研究。消费者行为研究是一种市场调研领域的重要研究，它主要关注消费者如何以及为何做出与获取、使用和处置商品、服务、想法或体验相关的决定。这项研究旨在揭示影响消费者在市场中的选择、偏好和行为的潜在因素和过程。消费者行为研究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A. 消费者基本特征研究， B. 消费者行为研究， C. 消费者动机研究。消费者行为研究的方法包括定性分析技术，如焦点座谈会、小组讨论、投影法、观察法、实验法等，和定量分析技术，如聚类分析、回归分析、因子分析、相关分析、方差分析、对应分析、判别分析与结合分析等。消费者感官检验与产品概念。消费者感官检验和产品概念是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它们在产品开发和市场营销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企业想要注入消费者脑海中关于产品的一种主观意念。它用消费者的语言来描述产品，即如何向消费者简单明白地介绍产品。产品概念的形成需要确定5个因素：核心用户、刚性需求、典型场景、解决方案、竞争优势。产品概念的提出和明确，对于新产品的研发、制定营销策略和传播策略都提供了最基础性的决策参考依据。消费感官检验的类型。消费者感官检验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A. 偏爱检验， B. 可接受性检验， C. 描述性分析， D. 感官宣称分类。市场调查。在食品感官分析中，市场调查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它可以帮助企业了解消费者对产品的感觉和接受程度，从而为产品的开发和改进提供依据。确定目标。设计问卷。收集数据。数据分析。报告撰写。质量控制。在食品感官分析中，质量控制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它涉及到如何通过感官分析技术有效地识别和控制被消费者感知的关键产品品质特征。这些要求和程序包括：感官质量控制要素的描述；感官质量控制标样的建立；感官评价小组的组建；感官评价方法的选用；质量控制图的运用。这些措施可以帮助企业确保生产出的产品能代表该产品应有的或理想的感官质量，一方面保持该产品特有的质量特征、品牌质量稳定性，另一方面避免感官质量缺陷的产生。新产品开发。在食品感官分析中，新产品开发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它涉及到如何根据消费者的感官反馈来设计和优化产品。产品概念的定义；产品配方的设计；感官评价；消费者测试；产品改进。在这个过程中，感官评价起着关键的作用。通过感官评价，企业可以了解消费者对新产品的感觉和接受程度，从而为产品的设计和优化提供依据。主要食品与食品原料的感官鉴定。食品和食品原料的感官鉴别主要依赖于人的5种感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和听觉。以下是一些主要的感官鉴别要点。视觉鉴别。这是判断食品质量的一个重要感官手段。食品的外观形态和色泽对于评价食品的新鲜程度、食品是否有不良改变以及蔬菜、水果的成熟度等有着重要意义。嗅觉鉴别。人的嗅觉器官相当敏感，
甚至用仪器分析的方法也不一定能检查出来极轻微的变化，用嗅觉鉴别却能够发现，当食品发生轻微的腐败变质时，就会有不同的异味产生。3. 味觉鉴别，通过品尝对食品和食品原料的味道进行评估，例如甜度、咸度、酸度、苦度等。4. 触觉鉴别，通过触摸对食品和食品原料的质地和硬度进行评估，例如新鲜的蔬菜通常质地坚硬，而不新鲜的蔬菜则可能质地软烂。5. 听觉鉴别，某些食品和食品原料可以通过声音来判断其品质，例如新鲜的水果在轻敲时会发出清脆的声音。今天视频就介绍到这里，欢迎分享与传播，待续。